有10个现存的国家正一步步走向消亡，仿佛灭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。这听起来像科幻预言，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在他们彻底成为历史之前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他们如今挣扎求存的模样，特别是排行第一的那个国家，它所面临的灭亡危机甚至没有任何外力能够阻止。第10名是太平洋上的图瓦卢，这是一个偏居海角的迷你岛国，陆地总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，却住着约11000名居民。图瓦卢的最高地点离海平面不到5公尺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，海水无情上涨，浪涛正一点点吞噬着这片土地。最近几年，图瓦卢的海岸线不断后退，有的村庄不得不整村搬迁，只为躲避不断涌入家园的海水。面对生存的威胁，图瓦卢人尝试过筑海堤、填海造地，但财力和技术终究有限，只能延缓海洋侵袭的脚步。图瓦卢政府甚至开始着手为国家制作一个数位分身，他们试图将从房屋街道到每一棵椰子树都完整备份到云端，创建一个元宇宙中的图瓦卢。这听起来很疯狂，却是无奈之举。如果有一天图瓦卢的实体国土被海洋覆盖，至少在数位世界里还能留存国家的样貌和人民的记忆。2021年，图瓦卢的外交部长科芬站在奇西深的海水中发表演讲，呼吁全世界关注图瓦卢的生死存亡。他身穿西装，身后插着图瓦卢国旗和联合国旗帜，但镜头拉远时，人们惊讶地看到讲台所在之处已成为一片汪洋。科芬无奈地说，当脚下的家园正在下沉，我们已经没时间再倾听空洞的演说。这段画面震撼了全球，也道出了小国的悲哀。图瓦卢也许将成为本世纪末第一个被海水抹去的国家。如果最终图瓦卢沉没，他的人民将被迫离开故土，语言文化都面临消失的风险。到那时，一个国家消亡后，哪怕民族仍在，他们还能否被世界承认为一个国家？这将是人类前所未遇的难题。专家估计，到了2050年前后，图瓦卢的大片土地都将被海水常年浸泡，首都弗纳富提可能在潮汐时完全淹没。而到21世纪末，图瓦卢每年将有上百天处于洪水之中，根本无法居住。为了保住最后的土地，图瓦卢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珊瑚礁正在被填高，但海洋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。图瓦卢外长科芬曾无奈地警告道，当我们沉默，其他每个人也一样。这既是对国际社会的呼吁，也是对全人类的警示。第9名是加勒比海的海地，这个国家拥有超过1100万人口，但却长期陷入极端贫困和动荡。历史上，海地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由黑奴建立的独立国家，却从诞生起就背负沉重的枷锁。为换取列强承认独立，海地被迫向法国支付巨额独立赔款，几十年的国家财富就此流出他国。连年来的独裁统治、腐败和外债让海地经济一蹶不振，社会陷入恶性循环。更不幸的是，大自然也毫不留情。2010年，一场毁灭性的7级强震袭击海地首都太子港，瞬间夷平了城市，夺走了超过20万人的生命。震后的海地百废待兴，但国际援助效率低下，重建迟迟无法完成。灾难并没有就此停手。大地震后不久，一场致命的霍乱疫症又在海地肆虐，夺去了上万条生命。2016年，强飓风马修带来的狂风暴雨再次重创海地，无数家庭流离失所。面对接二连三的天灾，人们几乎失去了重建家园的力气。如今的海地更加脆弱，基础设施残破不堪，民众每天都在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挣扎。更可怕的是，人祸正在将海地推向深渊。2021年，海地总统在官邸中遇刺身亡，国家瞬间陷入政治真空，武装帮派乘机做大，整个首都几乎沦为黑帮火拼的战场，政府无力控制局势，街头充斥着枪声和火光，普通民众活在恐惧之中。许多人试图乘坐危险的小船逃离，哪怕前方是未知的海域和生死未卜的命运。国际社会虽然多次伸出援手，派遣维和部队，提供经济援助，但在根深蒂固的问题面前，也显得束手无策。今天的海地几乎像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地狱岛屿，贫穷、疾病、暴力交织，每一天都在崩解。再这样下去，
这个曾经有着光荣历史的国家，真的可能在绝望中迎来终点。有时人们不禁怀疑，这片土地是否被某种不祥的诅咒笼罩？为何苦难一再降临而无法摆脱？海地的出路在哪里？亦或只能在绝望中沉沦？在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，许多人甚至调侃海地是非政府组织共和国，因为全国上下依赖外国慈善机构维持残存的运转。如今的海地，政府几乎瘫痪，秩序荡然无存，人民对未来失去了信心。一个国家的崩解，有时就是在这样的漫长绝望中彻底到来。第8名是太平洋的瑙鲁。瑙鲁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岛国之一，仅21平方公里，一圈开车不到1小时就能绕完。不要看它现在穷困潦倒，在20世纪中叶，瑙鲁曾是人均收入全球第一的奇迹之国。当时岛上蕴藏的大量磷酸盐矿让瑙鲁一夜暴富，岛民靠出口鸟粪石换来惊人的财富，政府福利好得令人咋舌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短短几十年间，矿藏被挥霍殆尽，留下的是遍地废矿坑和满目疮痍的环境。超过80%的瑙鲁国土因过度开采而变成荒原，寸草不生。当年的天堂变成了今天的月球地表。经济崩溃后，瑙鲁人民陷入失业和贫困，政府财政只能靠澳洲等国的援助勉强度日。曾经奢华的生活一去不复返，大多数人连温饱都成问题。更糟的是，由于长期饮食结构不健康，瑙鲁成为全球肥胖率和糖尿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许多居民英年早逝。昔日的巨富国如今变成病痛缠身的悲惨之地。环境的破坏和气候的变化则像是给瑙鲁雪上加霜。由于岛上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，土壤流失严重，瑙鲁的地下水资源已经枯竭，岛上居民严重依赖雨水和进口水为生。更危险的是，瑙鲁大部分居民居住在环岛的狭窄沿海地带，而海平面的上升正威胁着他们最后的家园。一旦海水倒灌，瑙鲁仅存的可居住区也将难以为继。曾经富得流油的小国，如今却要面临被大海吞没的命运，让人不胜唏嘘。从世界第一到一无所有，瑙鲁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眼下看来，希望渺茫。由于缺乏其他产业，近年来瑙鲁甚至靠充当他国的居留岛来换取资金。澳洲出资在瑙鲁设立外国难民的居留营，瑙鲁政府则提供土地和看守，借此获取每年数千万澳元的收入。然而这笔血汗钱并不能改变瑙鲁的颓势，反而使其国家形象更加灰暗。昔日富得流油的小国沦为他人的弃民收容所，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不胜唏嘘。第7名是东南亚大国印尼的首都雅加达。或许有人疑惑，印尼幅员辽阔，人口超过2亿，怎会出现在这个榜单？但事实是，雅加达正面临一场灭城危机。这座拥有1000万居民的超级都市正以惊人的速度下沉，有些地区每年沉降20多公分。由于地下水过度抽取和沿海土地软弱，整个城市正渐渐陷入爪哇海的怀抱。目前，雅加达有将近一半的地区已低于海平面，每逢暴雨和潮汐便洪水泛滥，街道变成河流，居民饱受淹水之苦。印尼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们不仅计划新建巨大的防洪海堤来试图保护雅加达，甚至做出了破天荒的抉择，直接另起炉灶，将国家首都迁往他处。2019年，印尼宣布将在婆罗洲岛建立新首都努山塔拉，预计投入数百亿美元，10年内把政府机关和100万人口搬到安全的内陆去。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因环境危机而主动搬迁首都的案例，可见雅加达的处境已经无法挽回。即便如此，在新首都建成之前，雅加达的居民仍需以每况愈下的环境苦苦搏斗。海水已经开始倒灌进城市的贫民区，饮用水源受到污染，基础建设因地层下陷而扭曲开裂。有人戏称，雅加达未来可能变成另一个亚特兰提斯，传说中沉入海底的失落之城。当繁华的都会最终成为一片泽国，印尼这个国家的心脏将停止跳动，千万人民将被迫迁徙他乡。雅加达的命运为我们敲响了气候与人类活动失衡的警钟。对雅加达居民而言，洪水已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每逢雨季，
许多人一觉醒来，发现家园泡在齐腰深的污水中，只能艰难转移贵重物品和家人。一些街道常年积水，孩童干脆在街边戏水玩耍，仿佛整座城市与雨水共生。但这种无奈的乐观掩盖不了残酷现实。雅加达正在变成一座水中之城，幸存者将不得不四散他方。但就算新首都顺利建成，难道雅加达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都只能任其沉沦吗？一座城市的消亡对国家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印尼不得不面对的残酷难题。第6名是太平洋中部的吉里巴斯。这个国家由33个小珊瑚岛组成，横跨赤道和国际换日线，海域面积广阔，但陆地总和不到1000平方公里。吉里巴斯有超过12万人口，多数居住在首都所在的塔拉瓦环礁上。由于岛屿平均海拔不足2米，吉里巴斯和图瓦卢一样，正面临被海洋吞没的命运。海岸侵蚀和咸水入侵，已经导致部分村落土地无法耕种，淡水井变得又咸又苦。为了未来生计，吉里巴斯政府想出了种种办法。2014年，他们砸下重金，在远离本国的斐济购入一大片农地，希望将来能转移部分人口，或至少保障粮食供给。早在2012年，时任总统汤安诺就曾提出一个惊人的构想：全民搬迁。他呼吁国民做好搬离家园、移民他国的心理准备，称之为有尊严的迁移。这番话听来心酸，但或许是吉里巴斯不得不考虑的最终选项。吉里巴斯人并非坐以待毙，他们积极在国际会议上发声，提醒大国正视气候变迁对弱小国家的威胁。然而，全球减碳行动的迟缓，让吉里巴斯的未来依然暗淡。如果依照目前的变暖趋势发展下去，科学家预计，在本世纪末，吉里巴斯的大部分土地都将不适合人类居住。试想一下，当一个国家的国土完全沉入大海时，它的人民将流散各处，传统和文化也难免凋零。吉里巴斯这个名字终将只存在于历史和地图之中。如果有一天国民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吉里巴斯这个国家又将何去何从？流散各地的人民还能延续共同的文化与身份吗？这正是吉里巴斯极力寻求解答的难题。第5名是印度洋上的马尔地夫。这个群岛国家由1000多个珊瑚岛组成，绝美的海岛风光每年吸引无数观光客。然而，马尔地夫同时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，平均高度不到 1.5 公尺，最高处也仅有2公尺多。对生活在这里的50多万人而言，大海不只是恩赐，也是悬在头顶的剑。如今，全球海平面每年上升约 3.2 毫米，看似不起眼，却足以让马尔地夫渐渐走向灭亡。马尔地夫政府深知前景严峻，不得不超前部署各种自救计划。早在2009年，时任总统纳西德就带领内阁成员在海底召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会议，以潜水装备在水下签署文件，借此唤醒世界对气候变迁的重视。这个惊人的举动震撼全球，但碳排放并未因此减少半分。无奈之下，马尔地夫只能另辟蹊径，一方面宣布计划在本世纪中叶前实现碳中和，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备用国土。他们曾考虑出资在澳洲、印度等地买地，安置全体国民。政府也投入巨资打造人工岛屿作为未来高地，其中首都附近的新岛胡鲁马累已经拔地而起，可容纳成千上万居民。尽管如此，马尔地夫最终能否逃脱灭顶命运，仍是未知数。如果海洋继续变暖膨胀，南极冰盖加速消融，马尔地夫的大部分岛屿终将难逃一尘。到那时，哪怕这个国家名义上还存在，土地却已不复见，仅剩避居海外的公民和一段传奇的历史。那些绝美的度假天堂可能只剩珊瑚与鱼群悠游其上，成为后人眼中的海底文明遗迹。也许再过几十年，人们只能透过潜水镜寻找马尔地夫的踪迹。这个建立在碧海蓝天间的国度，最终能否逃脱沉没的宿命？答案仍然悬而未决。第4名是陷入战火的人间炼狱——叙利亚。与前面几个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国家不同，叙利亚的灭亡倒计时源自人祸。一场残酷的内战将这个中东国家撕得四分五裂，千年文明化为焦土。2011年，反政府示威的浪潮席卷叙利亚，
最终演变为长达10多年的血腥冲突。政府军和反抗军短兵相接，各大城市沦为战场，无数平民被卷入枪林弹雨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趁乱崛起，一度占领叙利亚和邻国大片土地，在当地施行恐怖统治。漫长的战争将叙利亚推向了崩溃的深渊。据估计，内战已造成超过50万人丧生，超过一半的叙利亚人口沦为难民或流离失所，其中数百万人逃往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约旦等邻国，在难民营中艰难求生。昔日繁华的阿勒颇、霍姆斯等城市现在满目疮痍，高楼变成残垣断壁，街道空无一人。古老的文化遗产如珍贵的巴尔米拉古城，也在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。经济活动极尽停滞，粮食和燃料极度短缺，孩子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，整整一代人成长在废墟与恐惧之中。国际势力的介入让局势更复杂。俄罗斯、伊朗支持政府一方，美国和邻国土耳其等则支援部分反对派，叙利亚成了大国角力的棋盘。战争进入第13个年头，虽然政府已收复大部分领土，但叙利亚早已满目疮痍，支离破碎。大量精英与劳动力的流失，意味着就算战斗结束，这个国家也很难迅速恢复元气。可以说，叙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性毁灭，已经在悄然发生。如今的叙利亚更像是一片残存的废墟和难民营，再也看不到昔日国家的荣光。战争总有结束之时，但结束之后呢？一个满目疮痍的叙利亚要如何重建？如何弥合撕裂的社会？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答案。第3名是隐秘孤立的北韩。这个国家表面上政权稳固，但其实正处在慢性崩溃的边缘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北韩经历了严重的饥荒和经济衰败，平壤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极度贫困，物资匮乏，无数人饿死，甚至传出人相食的骇人听闻故事。90年代中期那场大饥荒夺去了几十万到上百万条生命，北韩的人口因此大幅减少。然而，执政者依然我行我素，将仅有的资源投入庞大的军队和核武计划，丝毫不顾百姓死活。北韩的夜晚在卫星照片上几乎一片漆黑，与灯火璀璨的南韩形成强烈对比，这无声地昭示着这片土地经济活动的凋敝。北韩的封闭和好战使得外界无法伸出援手，国际制裁和自我孤立让北韩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，连电力和医疗这些基本系统都频频瘫痪。每当粮食告急，平民只能以野菜和树皮果腹，营养不良在儿童中相当普遍。政府虽然时不时接受外国援粮，但为了面子，又往往拒绝承认国内有饥荒。对于外部来说，即使想救也无从下手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北韩手中握有核武，任何介入都有可能引发不可想象的灾难。或许北韩不会像岛国那样突然从地图上消失，但这个政权的未来依然暗淡不堪。金氏家族的统治已进入第3代，国内矛盾却积重难返。一旦政权崩溃，可能引发难民潮和核武失控的危机。即便不发生巨变，持续的封闭和贫困也在慢性耗尽国家的生机。最终，北韩这个国民或许会成为历史。幸存的人民不是逃往他国，就是被韩国所接管。曾经的集权王国将烟消云散。北韩的结局会是突然崩解，还是继续在黑暗中苟延残喘？无论哪种结局，都充满风险和动荡。而国际社会在核武威胁下几乎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场慢性灭亡发生。第2名是名存实亡的索马利亚。这个东非国家自从1991年政权垮台后，就陷入无尽的内乱与无政府状态。30多年来，索马利亚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，诸侯割据，军阀混战，国家机器早已四分五裂，基本的公共服务荡然无存，多数地区没有安全可言。饥荒与战乱如影随形，普通人的生命脆弱得如同草芥。90年代初，国际社会曾派出维和部队干预索马利亚内战，但最终以悲剧收场。联合国士兵陷入泥潭，美军更在1993年的摩加迪休战役中遭受重创，遗体甚至被愤怒的人群拖行示众。那震撼世界的画面宣告了外部拯救的失败，索马利亚从此几乎被国际社会放弃。在海上，
索马利亚海盗也曾一度横行无阻，劫持经过的商船，索要高额赎金，成了动荡岁月里少数蓬勃发展的航荡。各国不得不派出军舰在亚丁湾护航，才逐渐遏制了这股海盗浪潮。此后，索马利亚局势持续恶化，极端民兵组织青年党在国内大行恐怖活动，频繁发动汽车炸弹袭击和屠杀平民，让本就动荡的国家更加血流成河。平民为了活命不得不武装自保，在某些地方，人们出门看病都要背着 AK 步枪以防不测。饥饿与疾病同样在夺走生命。2011年，一场严重干旱引发的大饥荒，造成20多万人死亡。2017年，摩加迪休发生特大汽车炸弹袭击，导致超过500人丧生。即使在首都，爆炸和枪击也是家常便饭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。索马利亚名义上仍有一个政府，但实际控制范围有限。北部的索马里兰地区甚至已自行成立政权，寻求国际承认。大部分国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，缺粮、缺水、缺医疗，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程度都名列世界末端。国家的概念在这片土地上几乎不存在，人们更多依靠氏族关系而非政府。国际援助进入困难重重，即使有食品和药品送到，也常被武装分子拦截一空。可以说，索马利亚早已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代名词。如果有一天它从地图上正式消失，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。毕竟在很多方面，它已经不复为一个国家了。失败国家这个标签贴在索马利亚身上已经太久太久了。这片土地还能恢复正常国度的模样吗？许多索马利亚人早已不抱期待。第一名是令人意外的日本，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强国，拥有1亿2500万人口，但它却正走在缓慢衰亡的道路上。日本所面临的不是战火，不是海平面上升，而是一场前所未见的人口危机。近年来，日本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屡创新低，死亡人数却屡创新高。2022年，日本的新生婴儿仅有80多万，创下历史新低，而同年死亡人口超过150万。也就是说，每过1年，日本就要净减少70万以上的人口，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从地图上凭空消失。人口雪崩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乡村地区，大量村落因无人居住而荒废，消失的村庄越来越多。就连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，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在无声改变着都市面貌。一些统计数据也耐人寻味，日本每年成人纸尿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，因为老人比婴儿还多。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令经济活力下降，养老和医疗负担却与日俱增。政府多次推出鼓励生育的奖励和政策，但效果微乎其微。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，如高昂的育儿成本、职场压力、两性观念转变，让年轻一代对生育望而却步。更糟的是，日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保守而封闭。与欧美国家透过移民补充劳动力不同，日本始终不愿大规模引进移民来填补人口缺口。尽管有人才引进计划，但相较庞大的人口减少速度只是杯水车薪。随着大量高龄者退休，日本不得不面临劳动力不足和经济停滞的双重挑战。许多行业开始引入自动化和机器人来填补劳力空缺，例如无人商店、自动驾驶巴士、机器人护工等。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孕育新生儿。未来几十年内，日本的人口将持续大幅萎缩。有研究预测，到2060年，日本人口可能从高峰时的1亿2800万减少到仅剩8900万，丧失将近1/3的人口。一个国家从内部衰亡，往往是最难以察觉也最无可奈何的。日本的这场灭国危机没有炮火硝烟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巨变，它就这样在寻常的日子里一点点发生着。村庄在地图上消失，学校关门，铁路停驶，年轻人稀少的社会像漏气的皮球般慢慢瘪下去。或许再过1-2个世代，日本人这个词将变得稀少而陌生。当我们回顾历史，日本可能会成为少见的因人口浩劫而走向终结的文明体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外人几乎无能为力。正如当地媒体感叹道，这是一场缓慢而无声的灭亡。谁能想到，一个曾经繁荣强盛的国度，尽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婴儿而最终走向谢幕。这听来荒诞，却正在渐渐变为现实。
回顾这些正在倒计时走向灭亡的国家，我们不禁感到唏嘘。有的被无情的自然力吞噬，有的毁于人祸和内乱，还有的则在悄无声息中慢慢消亡。这每一个例子都在提醒我们，国家的存亡并非理所当然，文明的延续需要我们付出努力。也许我们能从这些垂危国度的挣扎中汲取教训，为地球上其他的国家敲响警钟，让悲剧不再重演。